我是修仙界里的唯一异类，只因我真实境界越高，对外显示的修为就会变得越低。在别人眼中，我就是个混吃等死的炼气弱鸡。直到宗门面临覆灭之际，被迫出手的我，只好以炼气修为挡住地级伤害。神不过如此。凡人之躯是神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真是我那个胆小的大师兄吗？可我并非刻意隐藏实力想扮猪吃虎，而是洞察到这个扭曲的修仙世界存在着一条不为人知的铁律，那便是高阶必死。此界修仙，皆为盗窃者，盗窃者当诛！每隔1000年，天道就会降下来一大清洗，所有境界超过元婴期的修士都会莫名失踪，或在雷劫中化为飞灰。世人以为那是飞升失败，只有我知道，他们全被天道吃了。这方世界的修仙者，结局注定是成为天道的样子。趁着月黑风高，不善杀伐的我，又悄悄来到后山乱葬岗，熟练挖好新坟，准备偷偷埋尸。坑中这具已无气息的黑袍老者，周身却仍流转着令人心悸的残存红光，这是化神期大能特有的护体罡气。要说他也是死有余辜。好端端的血煞宗长老不丹，非要半夜潜入我们青云宗偷那本破烂长春宫。你说偷就偷吧，还非要路过我的菜园子，踩坏了我刚种的秋葵。我不杀他杀谁？看着这具面带安详的尸体，我是越想越来气，手中当即凝聚起一抹幽蓝小火，直接屈指朝他坑中弹去。如万年玄铁般坚硬的身躯，瞬息之间就被焚化成一堆粉末。毁尸灭迹稳妥点还是有必要的，不然被人发现，还以为我是什么嗜杀成性的鸡年老婆。将坑回填好后，我习惯性抬头看向头顶，这一看直接让我脸色煞白。当前对外显示的境界竟然涨到了炼气3层99%，我连忙慌乱内视丹田，一座古朴苍苍的巨大轮盘正在缓慢逆向旋转。我之所以能在天道的眼皮子底下苟活了2000年，正是体内这个奇葩逆转轮盘的功劳。真实修为越强，对外显示的境界就越低。这个世界境界分别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炼虚、合体、大成、渡劫。但在天道的监视干涉下，化神巅峰已是此方修士的顶点，唯独我这个异类除外，因为我的炼气3层对应真实修为正是合体期境界。刚才那一指寂灭幽火用的还是太猛了，让灵力纯度又提纯了一丝，从炼气3层98.999直接涨到了99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突破到大成期了。虽说到炼气2层更安全，可问题是这中间突破的能量波动很容易被天道捕捉到。以后还是不要随意出手了，得赶紧去睡一觉，把刚才增长的那丁点修为给睡散掉。转眼已至清晨，青云宗的山门云雾缭绕。作为方圆千里内有名的正道大宗，青云宗占据了72座灵峰，而我所在的紫竹峰却是72峰里最寒酸的一座，只因这里只有3个人，一个整日闭关不知是死是活的师傅，一个整天想着光复紫竹峰的小师妹，以及我这个老实本分不惜杀戮的大师兄。刚一醒来，就听半山腰处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，一个身穿锦服的胖子手里抛玩着几块下品灵石，眼神轻浮打量着面前这个容貌倾城的少女。少女名叫苏清歌，正是紫竹峰的小师妹。赵虎，宗门规定，每一峰无论人数多少都有基础份额，你凭什么扣我们的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们紫竹峰全是废物！你那个死鬼师傅闭关10年不出，估计骨头都烂了。你那个大师兄陆晨更是连条灵犬都不如，进门10年还是炼气3层，整日不是在睡觉，就是去乱葬岗捡破烂。听说昨日还去山脚下跟凡人抢叫花鸡吃，简直丢尽了我们修仙者的脸。不准你侮辱我大师兄！可赵虎却是一脸轻蔑，嘲笑区区筑基初期也敢自不量力对他动手。筑基中期的威压赫然暴起，抬手一挥，一股劲风瞬间就将苏清歌手中长剑震飞。赵虎却是不依不饶，掌心凝聚出一团赤红色的火球，毫不留情就要向他砸去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假装被摔倒的我一个滑铲直奔赵虎的侧腰，赵虎瞬间气力全无，只觉像是被一头太古蛮牛撞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去，重重砸在远处的山壁上，当场就被哄睡了过去。全场顿时一片死寂。怎么回事？虎哥怎么嗖的一下就飞出去了？哎呦喂，哪个缺德或乱优的西瓜皮还有没有公德心啊？肯定是虎哥运功的关键时刻，碰巧被陆晨这个废物撞到了气门，直接撞岔了气。是，就凭他那弱到掉渣的炼气3层，怎么可能打得过虎哥？真是走了狗屎运！发什么愣啊？快走快走，万一那家伙醒了讹上我们怎么办？刚才如果不是大师兄误打误撞，我肯定要受伤。他是为了救我才冒着危险冲出来的吧？虽然是用摔倒这种笨拙的方式，大师兄，以后别下山了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保护你的。等我到了金丹期，就没人敢欺负我们紫竹峰了。闻言，我脚步微微一顿，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弧度。在这病态的修仙世界，真正能让我在意的，或许就只有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师妹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青云宗：传掌门令，3日后5大宗门合力开启乾隆秘境，每峰需派出2名炼气3层以上的弟子参加，违令者
剔除风鸣。闻言，我脸色顿时一黑，毕竟我一心只想苟着，不想出风头啊。只见小师妹忽然也有些不悦，提了一嘴。据说那个天道宗圣子萧天河也会来。一听这名，我不由眉头紧皱了下。这萧天河是苍穹域第一宗门天道宗的圣子，号称百年难遇的绝世天才，天生拥有一双破网金瞳，能看穿世间一切虚妄。看来得做好万全的准备了。毕竟面对这种天生异瞳，我还是有1/1000暴露实力的风险。深夜来临，我悄悄来到后山一处禁区寒潭，开始给自己身上设下9999道禁制，把灵力流出所在只有滴水般的剂量。与此同时，一艘隐形飞舟悬停在万米高空之上，有个面容俊美的青年站在甲板上，正是天道宗的圣子萧天河。此刻他正在调查血煞宗长老失踪一事。少主已经查探过了，昨晚血煞宗长老的气息最后消失的地方就在这青云宗后山，现场没有打斗痕迹，只有极其微弱的火系灵力残留。微弱？能在一瞬间将化神期修士焚烧成灰，连神魂都逃不掉，你管这叫微弱？属下无能，只是那残留的气息确实只有炼气左右的强度，这就很奇怪。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，能将力量控制到这种地步，说明出手之人的境界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那个在洗澡的人，就是紫竹峰的大师兄陆晨吗？是，资料显示，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废柴，入门10年毫无建树，性格懦弱，贪生怕死。一个废柴能浸泡在这种万年玄冰融化而成的潭水中，面不改色，哪怕是筑基期修士，也会瞬间被冻僵吧？有意思，此人要么是个肉身强横的体修天才，要么他就是我们在找的那个变数。传令下去，这次秘境试炼，重点关照这位陆晨师兄，我要看看，把他逼到绝境，他究竟会给我一个怎样的惊喜？哎，还是被惦记上了。既然躲不过，那就只能转换思路了。潜龙秘境是个独立空间，能隔绝天道感应，那稍微放开一点手脚也未尝不可。很快我就灵机一动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面具，这是我无聊时偶然所练。戴上它，大成修士之下皆无人能看穿我身份。在外面你说我是炼气期废柴，我不挑你；但进入秘境后，我将是收割生命的死神。希望到时没有不长眼的东西来招惹我。转眼来到秘境开启当天，5大宗门的数千名弟子，个个眼神热切聚集在此。入口位置是一处巨大的空间漩涡，散发着古老而沧桑的气息。进入秘境后，所有人会被随机传送。秘境开启时间为7天，7天后出口会再次打开，若不能及时赶回，就会被永远困在里面，成为妖兽的腹中餐。还有，秘境深处封印着大恐怖，切记不可深入核心区域。此刻我正站在人群最后面，身上贴满各种护身符箓，给人一种十分惜命怕死的假象。随后拿出一枚破玉佩递给师妹，一本正经叮嘱她，进去后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就行，如若遇到危险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捏碎玉佩。知道了，但我还是想去采些灵药，给师兄炼丹改善体魄。闻言我无奈叹了口气，这傻丫头就是太孝顺了。随着一声令下，众弟子瞬间蜂拥而至，冲进漩涡。一阵天旋地转后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。正当我准备找个树洞睡一觉时，神识忽然扫到一个有趣的东西。不远处一株通体赤红的小草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赤血龙枝，这种品级的灵药怎么会长在外围？就在这时，3个身穿青云宗服饰的弟子也发现了那株灵草。我摇了摇头，暗叹一声蠢货。果然，就在3人即将触碰到灵药的刹那间，地面突然猛地炸开，一条浑身覆盖着岩石铠甲的巨蟒冲天而起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就吞掉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弟子。另外2人刚要转身逃离，却被速度极快的巨大蛇尾当场拍成肉泥。解决完3人后，岩蟒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盘踞在灵草旁，警惕着四周。这是一头4阶巅峰的妖兽，全力爆发相当于人类半步金丹。我冷冷看着这一幕发生，内心毫无波澜。毕竟修仙界就是这么残酷，贪婪往往伴随着死亡。不过这赤血龙枝拿来泡酒喝倒是不错。念至此，我便捡起一块小石子，没有动用灵力，仅靠肉身力量随手弹出。岩蟒似乎感应到了致命危机，猛地昂起头想要躲避，但石子的速度太快了，快到超越了它的反应神经。一声轻响，坚硬如铁的岩石鳞片如同豆腐般破碎。这年头的蛇都这么没礼貌，看见本大爷也不打个招呼。有人来了，而且是熟人。4阶巅峰的岩甲蟒，被人一击毙命。没有灵力残留，纯粹的物理贯穿伤，能造成这种伤害，至少是金丹后期的体修。这次秘境里竟然混进了这种高手。阁下既然还在，何不现身一见？哼，炸我，你还嫩了点。好啊，紫竹峰的仙子怎么不跑了？不愧是青云宗的紫竹仙子，
这身段，这模样，若是练成血士，定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你们血煞宗竟敢在秘境中公然劫杀其余4宗弟子，就不怕引起宗门大战吗？小妞，你太天真了。只要把你们都杀光，再伪装成妖兽袭击的样子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如若遇到危险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捏碎玉佩。想求救，乖乖束手就擒吧，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藏头露尾之辈，这家伙。大师兄，救命！空间法则，锁地成寸，开！大师兄，对不起，青哥以后不能给你做饭了。凡人？怎么可能？秘境怎么会有凡人进来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能乱扔呢？那是我的。虚张声势，去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快跑！分头跑！这人至少是个金丹期的体修。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吧。前辈，傻丫头，搞成这副样子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那块玉佩，收好。前辈别走！他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而且，这种感觉为什么那么像大师兄给我盖被子时的感觉？我一定是疯了。大师兄那点微末的境界，怎么可能是这种举手投足间让强敌灰飞烟灭的绝世强者？肯定是师父的朋友，或者是宗门的隐士长老。装高人真累。该死！刚才稍微用了点真力，境界又要涨了。降下来，快给我降下来！这股气息是魔种，看来血煞宗这帮孙子是想把整个秘境献祭掉。我就想安安静静的苟着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是九幽血煞大阵，血煞宗疯了，他们要把我们全炼化掉。1、2、3、8个阵眼，要把几千号人全献祭给魔种。血煞宗手笔真不小，秘境一旦崩塌，空间乱流会把方圆百里夷为平地。但最要命的是，动静搞得太大了，这么强的能量波动，天道之眼肯定会察觉。看来得去阴一波血煞宗，悄悄把这阵法给破了，不然大家都得玩完。我也要死了吗？师傅，徒儿还没娶媳妇儿呢。这傻个儿突然想不开了。唉，为了让这傻大个意外离世，我容易吗？我光是计算他摔倒的角度和那块坚实的硬度，就烧死了我几百万个脑细胞。是哪位前辈出手相救？晚辈天机门断德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坏了，这时候要是出去就暴露了，必须演。哎呀，我的腿断了，痛死我了！道友，原来你也受伤了，我还以为是哪位前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吓死我了！我刚才正跑着，突然就被石头绊倒了，然后就看见这大家伙自己撞死了。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炼气3层，气息虚浮，确实是个废柴。道友，你这运气真是逆天啊！这金丹期血尸竟然被自己蠢死，你这命格怕是有大气运护体。我也觉得我运气不错。那个，这位道友，既然没事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师妹还在等我回家吃饭，告辞。等等，道友，现在满地都是怪物，你练气期乱跑必死。贫道虽战力一般，但擅长推演吉凶。我看你印堂虽黑，但隐隐有紫气东来，跟着你绝对能活。这死胖子倒是多，居然想赖上我当保镖。别了吧，其实我不好，阵法第2
阶段启动了，大凶之兆，生门在东南方，道友快走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东南方，那是死门阵眼，守着2头4阶巅峰妖兽。完了，罗盘误我，这哪里是生门，这是鬼门关啊！急急如律令，爆！这皮也太厚了吧！天道宗圣子得救了，多谢圣子救命之恩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！那是神仙吗？灵力稀薄，经脉堵塞，难道我想多了？不，直觉告诉我，那个高手就在这附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圣子，小的叫陆晨，是青云宗紫竹峰的弟子。陆晨，一个炼气3重，竟能在这险境中活到现在，那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既然你运气这么好，那就帮我个忙，去引那头畜生过来，我要试剑。这哪里是试剑？这分明是在试探我，好狠的心思！圣子，我才炼气3层。去，或者我现在杀了你！圣子，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？他会死的！闭嘴！我去还不行吗？距离30米，怪物扑击速度每秒80米，萧天河出剑速度每秒120米，得演个大的。嘿，傻大个！居然真的躲过了，没有任何灵力光动，没有任何身法痕迹，是因为踩到碎石才摔倒。看来真的是个运气逆天的废物。还能动吗？活着，我还活着。走了，前面就是阵眼，不想死就跟紧我。道友，你真是神人啊，这都能不死，我就说跟着你有肉吃。试探完了是吧？接下来该轮到我表演了。快，加大献祭力度！圣子有令，必须在1个时辰内唤醒魔种。什么人？杀你们的人。你们打我去上个厕所。废物，该去收点利息了。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宰了你？求求你，放过我们吧！放过？嘿嘿，等到了祭台，那是谁？滚开！没看见血煞宗办事吗？第1式镇压。鬼灵，感谢前辈救命之恩，请问前辈尊姓大名？无名之人，行无名之事。这些血煞宗弟子的储物袋倒是挺肥的，3万灵石，还有上品法器，这比在宗门领敌宝强多了。差不多该回去继续演我的废柴了。救命啊！我迷路了，这里好黑啊，吓死宝宝了！还没死，命够硬。看来一面旗子就沾沾自喜，真正的大家伙还没醒呢。老祖，不要啊！哎呀！怎么回事？这路怎么跑不到头啊？不行，绝对不能出手，得想个办法把仇恨值转移走。这是上古血魔，血煞宗这群疯子，是想让整个仙界从此不得安宁吗？孽畜，休得猖狂！天道剑诀，斩妄！绝境吗？既然正路走不通，那就走邪路。萧师兄，你干什么？苏师妹，对不住了。
之前在落凤坡，那位神秘的面具黑袍前辈救了你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一定就在附近，甚至就在这现场。前辈，我知道你在看着，这魔物非我所能敌，但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个丫头。萧天河，你这是在找死！现在我把她送给这魔物，如果你不想看她死，就请现身吧。萧天河，你枉为正道圣子，竟然拿女人当挡箭牌，你还要脸吗？美味。是他吗？不可能！大师兄，躲开就藏不住了，得演一波苦肉计。绝对防御开启！师傅，你老人家显灵了！这就是您说的祖传法宝吗？真的能保命啊！原来是法宝护主，一次性的上古异宝，难怪，哼，运气真好。不好，快打断他！这是堪比化神巅峰的一击，这一下要是轰下来，我们都得顷刻灰飞烟灭。真的要死了吗？还没完没了是吧？非要逼我真的把你弄死？好机会！我跟你拼了！给老子闭嘴！我把他拍炸了！这特么也行啊！演技满分，这一招应该能糊弄过去吧？把魔盒给我！这啥玩意儿？看着像山楂丸。你把它吃了，那可是魔盒！完了，这下真的要撑炸了，压不住了！你没有爆体，有点胀气，可能是过期了。不好，毕竟要崩塌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上千名精英弟子啊！五行逆流传送阵开启，不想死的赶紧靠过来！出来了，有人出来了，是萧师兄，还有苏师妹。该死，得赶紧回紫竹峰闭关，要炸了！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这是天威。此界修仙，皆为盗窃者，盗窃者当诛！跑，快跑！盗窃者无处可逃，盗窃者死！
的灵力与生命力。因为实力太低，所以才侥幸保住一命吗？看来这废材的运气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好，终于让我近距离看到你了。这种被当成垃圾无视的感觉，还真是让人不爽啊！大师兄，我要起来，替我好好活下去。大师兄，这是我这个月用宗门任务积分换的灵丹。大师兄，这是我历练偶然所得炼体秘籍。大师兄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叫花鸡。大师兄现在有我保护，等以后大师兄变强了，再换你来保护青哥。要是师妹你不在了，那你说以后谁给我做饭呢？大师兄，你……师妹，你看好了，师兄的这一剑会很猛。第二式，开剑！为什么你的炼气3层，这怎么跌到炼气2层了？炼气2层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原来此方世界还藏着一个异运而生的破圈之人，可惜你已无处可藏。铁道者也配使用空间法则？震！盗窃者，你已无路可走，缩！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我脚下，给我破！热身结束，该轮到我了。第3式，破空！盗窃者，你怎么敢用你的脏手触碰我？定！这是空间法则叠加时间法则。灭！完了，这种级别的天法，连化神期的5大掌门都撑不过一击。他一个炼气2层，怎么跌到炼气1层了？不，这似乎还在跌。真痛啊！但我已经习惯了。不好，这股气息……我让你走了吗？最终是灭虚！凡人之躯是神，这怎么可能？真是我那个胆小的大师兄吗？